让我干这个。好像，啊，徐总，我怎么了？内色潮红，神志不清。你中了魅毒？哎，徐总，别这样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啊，啊！你是谁？徐总，我是许氏集团的保安，我叫陆峰。昨天晚上是我把你救了。你现在被开除，滚出去！你把我睡了，怎么？你还想翻脸不认人啊？滚！我就。你是第一。那个，不是你。感谢鬼医救命之恩。南城商会会长王百万感谢鬼医对犬子的救命之恩。啊，王百万，你儿子病情怎么样？幸得鬼医出手，犬子的病情已大好。那真好，那真好。此药源自鬼王谷，服下之后3日之内，你儿子的咳血症便可见效。谢鬼医赐药。哎，药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帮我一个小忙。鬼医请讲。昨夜我老婆遭人陷害，险些丢了清白，你去帮我查查何人所为。是。鬼医已经查清楚了，昨夜许小姐是被张涛下了魅毒，您看要不要去解决了她？不必，是我自有分寸。啊，这是一张有1亿余额的至尊黑卡，是我孝敬您的。行，犬子有救了。一个，红号，我是黄四宝，保卫你放权。非常好。还在这干嘛？徐总来了，都打起精神来！徐总，胸有大志，让人眼馋，下盘我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老婆，咱们结婚吧。从今以后，我的薪水全部给你。哎，陆峰，你吃错药了是吧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我老婆嘛，真是。哎呦，你老婆你还真敢说！徐总可是我们长青集团的副总裁，身价超过10个亿了。这小子是不想活了，给你道歉。徐总，对不起啊，这小子是我昨天才招进来的，也不知道今天哪个弦搭错，无意冒犯您。我跟徐总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更何况我们两个结了。陆峰是吧？现在就立刻马上！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这是我精心调制过的茉莉花，还有清晨醒脑的作用。你昨晚中了媚药，茉莉花可以。喂，文文，陆峰你知道吧？现在就让他收拾东西滚蛋！这张卡里有10万，昨晚的事儿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别让我再看见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小妞儿，算你昨晚跑得快，走吧，我们少爷有请。把我带走。在他们俩干什么？徐王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早投了我不就得了吗？装这么强，好，你就不怕我们徐家的报复吗？报复？你们许家现在只不过是纸的毛，自己都顾不上自己，你拿什么报复？再说了，我们张家背后可是有南城的钟家，那可是仅次于首富王家的存在，你拿什么报复？你这个变态！轩儿，你的第一次是我的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你谁呀、坐下。哦，这保安，你算老几了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别在我眼好上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放开他！你说说，一个月几千块，出什么头啊？到时候再丢了现拿着吧，然后滚出去。你报如何？今天就会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儿。行呗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。来人，把这个小子腿给我打断，有点合理喂鱼。我们吃什么？断魂城，你们俩是想活命的？你都是想活命的。包大哥，我求你放了我！包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包大哥，这我有钱，我给你100万。不，我给你500万，你把我放了啊！谈钱多俗，你不就喜欢玩这些？我现在好费。解药不？来，你拿蜡烛给我递上，你拿鞭子说说，什么时候把张少给我伺候舒服了？不是。他妈的，我才是你们老大！你给我说开！住口！张少，对不住了。没吃饭，石两下！包大哥，给我。好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大哥！哎呀，张少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玩的。别！哎呀！我要是把蜡烛滴到你这个，会不会更舒服啊？你们老婆，好饶命！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婉儿是你老婆。没事吧？婉儿，徐总，你快替我求求你老公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婉儿也是你教的。是，徐总，怎么回事？老婆，我路过停车场，发现你东西散落了一地，你助理就到处找你。我知道你很危险，但是幸好徐总，我求你快让你老公放了我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会竭尽全力帮你们许家摆脱困境的。我求你放了我。
张涛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啊，是，我以后绝对离你们远远的。我求你放我吧。张笑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然下次就你得这么下去。忘了，是，我错了。对了，3个小时之内就会好。记住了。老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松开啊！老婆，我刚帮你修理完那人渣，能不能别开除我？怎么，你想留在许氏？啊，就我这身价，要不是看在咱俩相恋的份上，一般人想请我还请不起。行啊，看在咱们两个相恋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回去扫厕所吧。老婆，喂，什么？让我去相亲？老头子，你疯了吧？你让我下山当保安历练心性，现在又让我去相亲，你一天咋整那么多幺蛾子？臭小子，叫师傅。行，老头，告诉你啊，要相亲你自己去，小爷我。说，那姑娘漂亮的很。哎呦喂，你真当我跟你老头子一样好色，漂亮能当饭吃？再说了，小爷我最近有新目标了，是个好姑娘。师傅，就不想知道当年是谁救了你吗？我去，小人呢？那是呢？他在那边。那。救救我！放心吧，你会没事的。夺走我老婆第一次，不能不负责任。罢了，先去见见你吧。以后我一定尽我所能，报答你救命之恩。哎，干什么的？约了朋友。站住！约了朋友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不就是名人会所吗？这可是蓝城富豪们出入的会所，不是你这穷小子能来的地方。赶紧滚出去！啊？你从哪看出来我很穷？看你这一身打扮，就知道你是个臭屌丝。怎么跑这儿来装逼来了？想进我们会所得交10万元会费，你交得起，我就让你进去。行，那就说这是王家的卡，你居然偷王家的黑卡！你还知道王家？蓝城首富王家，谁不知道？你偷了王家的黑卡，还敢来王家的会所消费？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哎，吵什么吵？得罪了我的贵客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王少，这他偷王氏的黑卡，你看，感谢诡异对犬子的救命之恩。王少嘛，小子，这就是我们首富之子王阳，你一个穷小子，也敢来这高级的地方，看我们王少怎么收拾你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的贵客。傅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王家帮你。是。哎，看来你跟何姐挣好多了。多亏了不愿意。什么？这还有你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，滚蛋！王少，饶了我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！敢得罪我的救命恩人！陆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。当保安不是让你欺负人的，赶紧给我走人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！好了，王少，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见一个故人，你先去忙。是，陆先生，我就在办公室，有事您吩咐。啊，行。
娃，得罪了张涛也不是死路一条，只要你今晚跟贵人相亲顺利，贵人就一定能够给我们一张地产商会的邀请函，那样徐家就会起死回生。也不知道爷爷说的是哪家大少，能让我们许家跻身顶流参加地产商会。你就是当年少来这套，看着穷酸样，还用的这种破手机啊！我妈说给我介绍个公子哥，这个人看着也不像啊。哎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工资多少？有房吗？有车吗？我保安，一个月工资3000，房跟车嘛，暂时还没有。嘿，还真是穷鬼。还好，这样我就不会辜负我老婆了。我有钱，我只是脑子进行满足。喂妈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是富二代吗？这是个穷鬼啊！你走错了，高少在隔壁。啊？是你？你不会是来相亲的吧？老婆，没想到居然是你啊！你不会就是爷爷所说的贵人吧？怎么可能？当年救我的是你吗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里不是会员制吗？你该不会是……我你该不会是在这里兼职做保安吧？啊，没想到你一个人还打2份工呢。老婆，其实我是来相亲的。怎么可能？你爷爷是叫徐天辉吧？谁告诉你的？那就是了。你看我们俩天生的缘分，再加上父母打住，陆先生，今天的事儿就是一个误会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哎，老婆，你等等。我说过了，别叫我老婆，别跟着我。那天晚上就是个意外。好，徐总，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：你15年前有没有在鬼王谷救过一个男孩？没有。啊？难道老头子骗我？哎，老婆，爷爷真是的，还说是什么贵人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真有你的！叶军，哟，这不是徐婉儿吗？这位是他呀，就是许氏集团的副总裁徐婉儿。哦，我的老同学。幸会。你这位朋友好像不怎么看得起我。徐婉儿，吴总可是我们南城的权贵，光地产商会的票就有5张，连首付王家都要给他3分左右。你这么不给面子，都快得罪胡家了。要是他能给我1张，那我们许家就有救了。你好，胡总。哎呀，胡总，你徐总，我知道最近你们许家遇到点困难，没关系，你跟胡哥说，哥哥帮你搞定啊。胡总，我还有事儿，要先走了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胡总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许家是好欺负的。你信不信老子一句话，明天就让我们许家在人间蒸发？你对上了钱，要不然的话，那你们许家放手！再不放手，我叫人了！叫啊！叫，越叫越远。你就是反驳好了，也没有人救你的。胡总，你没事吧？
连我老婆都敢动，谁给的胆子？混蛋！是你伤了我，你找死啊你！不管谁死还不一定吧。我观你走路头重脚轻，牙黄口臭，气血不足，这个住！你说什么？我得了什么病？当然是很严重的病。你啊，肾虚该补补。混蛋！耍我啊！来人！站住！走吧。想走，门儿都没有！给我上！你啊！不是这让我们不这么下流了！有大事去小替也不行。快动手！就这么点东西，小子，你挺能打，嘴也挺硬，给我弄他！该走了吧？你想干嘛？我看你们笑的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别过来！听到这个，会不会更好？副总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我吃什么了？你待会儿我就知道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快说！阳光开朗大孩，阳光开朗大孩，花朵上只有阳光开朗大孩，阳光开朗大孩，我就是阳光开朗大孩，阳光开朗大孩，我们干嘛？媳妇儿，我保你这么大吗？爷怎么敢想我？我都说你别叫我媳妇儿，叫叫撕烂你的嘴！阳光开朗，阳光开朗，我也是爱个人坐着，真是好没这个事儿。阳光开朗大孩，阳光开朗。老婆，干什么？还不上车？啊，我废话，快点儿！我刚手扭到了，不方便开车，你送我回去。得嘞。啊，你刚受伤了吗？这点小意思。哎，是啊。哎，等等，你想上去坐坐吗？难不成老良心发现，要跟我开始同居的快乐生活了？正在风里的啊？来了！怎么了？你推倒了！气容高，外表虚伪，你爷爷只是动刀之后大限将至的程度。什么？你胡说！我爷爷好好的，怎么会？你给我倒一杯清水，你爷爷还有救。你真的行吗？抓紧，再拖一会儿，毒气攻击，你爷爷人要输一了。好。住手！张涛又是你搞的鬼！放肆！爱妹儿，还不快上承受赌钱！伯父，为什么他那天要少废话？你爷爷现在身中剧毒，张少呢把神医赛华佗给请来了。你要是把张少给气走了，你就是我这个许家的罪。什么？神医赛华佗？爸，这可是教书得过诺奖学生的赛法，要救你爷爷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哪儿来的山野之龙，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废物！
还不赶紧滚啊！伯母，还敢说？张少，你这个废物在先！垃圾就是垃圾，还是赶紧滚开吧！要是一会儿耽误我吃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呀呀，看来你们是忘了蜡烛的滋味了。张少，别怕，别怕。哎，你也是医生，啊，算是吧。可有职称？没有，那行医资格证呢？也没有。那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！赶快走开，别耽误了我给徐老爷子看病。我要是不走开，你又当如何？你这个欠下的废物，给我滚！是，你是，你这。蔡先生，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区小便，待我给徐老先生施上3针，再用上张少带来的神药，马上徐老先生就会转危为安了。徐叔叔、徐阿姨，这可是我张家传下来的千年人参。千年人参？对，用上这千年人参，再辅以老夫这3针，徐老先生就会平安无事了。张少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许家的大恩人了。哎，张少，这徐叔叔，本教许爷爷一病是我晚辈应该做的。那张少的意思是这样，我年纪也不小，但是还尚未娶妻。正好婉儿啊尚未婚配，我不同意。婉儿想气死我吗？张少，今天我做主了，将婉儿许配给你。不要，伯父！住嘴！认我这个伯父，找叔做。好，徐叔叔，那我张家就不止送上这颗千年人参，还将注资到你们许家，帮你们解除燃眉之急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婉儿，赶紧谢谢张少。哎，那我听当着我的面把我老婆许配给别人，你不问我意见？都废了，这儿有你插嘴的地方。就是，这样的人见多了，该给我滚出去！窝囊废！我这小子，别想在这儿骗钱了。我劝你呀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！啊，得了，您不信我，这老头子绝对治不好徐老的病。小子，敢不敢赌一赌？如果赛神医治好了徐老，你就给老子当一辈子。行呗，那要治，老子给你当一辈子的狗。好，言为定。风，你请呗。你要是想杀人，就继续下针。你说什么？你愣着做什么？赛神医，这小子不过就是怕打赌输了在这装逼罢了。臭保安，还不闭嘴！再干扰神医救人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虚张声势，这就是你看上的人。伯父，我赛神医，我是不是虚张声势，自己心里有数吧？你的医术不过就是无名神医教你的鬼手13针吧？你到底是？你别跟他废话，抓紧治好老爷子，让这小子滚！是啊，赛神医，我们许家和各世家的关系全靠老爷子在维系，这个一定得救活他呀！爷爷，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我操！一定是这小子在这装神弄鬼，干扰了神医。对，一定是他怕打赌输了，所以不让神医治好老爷子。赶紧打电话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！你说什么？说你光长年纪不长脑子。起来，老爷子还有救！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给鬼你们丢脸！难道你是？要干什么呀？救人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仔细点，这才是鬼手13针的真正用法。
爷子这吃不行啊！徐叔叔、徐阿姨，赛神刚才肯定稳住了徐老爷子的狗子，这小子现在随便下手，徐老爷子肯定是凶多吉少了呀！你这个杀千能的臭保安，你是想置我们许家于死地吗？闭嘴！你好好看着。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醒了？徐老爷子，你中毒了。陆枫，你是老神，是他的弟子。是我。好啊，娃儿，快跟陆枫完婚。我小老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婉儿是要嫁给张少这种人中龙凤的。是呀，爸，张少为了给您治病，特意请来了赛神医。赛神医又怎么了？爷爷还不是陆枫治好的。婉儿，这个未必吧？依我看，这就是赛神医先前诊治的功。这臭小子能有什么真本事？是爷，赛神医，你跪他做什么？技不如人呐、这位医术高明，在下甘拜下风。既然知道技不如人，那就回去找你师傅再好好学一学。是，你要去哪儿，赛马头？张少，咱们的赌约还算数吗？行，去吧，好样的！啊，你要干什么？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赌约呢？啊！我错，行，滚吧，张少！给我等着！我表现的还可以。可你现在是彻底得罪张家了。怎么了？张家哪里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？娃儿，听爷爷的，区张家不值一提，先给陆枫领证。爸，糊涂啊！闭嘴！徐家到底是谁做主？爷爷这么坚定，难道陆枫真是贵人？好，爷爷你先休息。陆枫，跟我过来。我们许家现在朝不保夕，伯父伯母为了让张家注资，很有可能会让我嫁给张涛。那怎么办？不如就听爷爷的，我们结婚吧。啊，老婆，咱们是不是有点仓促了？怎么？你后悔了？那不能，人家把第一次都给你了，你愿意负责，人家开心还来不及。现在来不及。陆枫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老婆，你带我去趟药店吧。难道爷爷还有什么问题？哎，那老头没问题。咱们俩是结婚了吗？我去买点补药，这样对体力持续时间也长。谁说要跟你干那种事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和你结婚就是为了应付伯父伯母还有其他人的纠缠啊！要是这样，那我不是太亏了吗？婉儿，你怎么了？走。死变态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动！呼吸不畅、内息紊乱、气血不足，这些我早就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的心急要是再不根治，可就时日无多了。哦，知道，你是想瞒着大家，让自己稳固许家之后再治。那你要帮我保密，我们许家的骨架经不起折腾。不会办，让你痊愈。真的？想活命的话，听我的。你把衣服脱了。流氓，趁人之危！这怎么了？你什么我没见过？再说了，我是要让我的真气流入你的体内。以你现在的体质，经受不住这些的。衣物会让你的皮肤温度过高，会灼伤的。住口！流氓，你就是想……陆枫，你干嘛？推吧！你，傻瓜，我已经封住你的心脉，现在
要将真气送进你的身体，你动来动去的，这个不利于治疗。我老婆的真大！你混蛋！对不起，不错。老婆，你早就可以动了，一直不动，是不是舍不得了？你。怎么样？西藏还疼吗？还真不疼啊！没想到你还真有办法。爷爷为我遍寻名医都束手无策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。像我你这病还没到我都治不了的地步。来，给老公采一个。哪个？怎么样？你也算嫁了个有本事的老公。妈，出大事了！开门呀！婉儿，不好了，你伯父去找胡家要钱，被胡家给扣住了。被胡家扣下了？怎么回事？因为这个丧门星，胡家说你带着这个臭保安打伤了胡强，人家现在传入你伯父，让我们许家赔1个亿的医药费呢，要不然就不放人。报警吧，伯母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！为什么？胡家说了，我们要是报警，就把你伯父剁了给送回来。啥？那也不能放任胡家为所欲为吧？都怪你这个臭保安！本来呢，我们可以把胡家欠我们的1个亿拿回来，这下可倒好了，钱没拿回来，我们还得倒贴1个亿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咱们告诉爷爷吗？不能告诉你爷爷。伯母说的对，以你爷爷现在的身体，确实不能过度操劳。那胡家怎么说？胡家点名让你单独亲自去找他们谈谈，只要你去，他们就把你伯父放回来，还把欠我们的1个亿给还回来啊！我。何总，来喝一个。喝。伯父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来，见见胡总。嗨，小婉儿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有没有想我啊？胡少，欠钱不还，现在又扣下我伯父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？那天你让我出丑，还打伤了我的人，现在在这跟我讲规矩？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办？过来啊，婉儿，快过来。你看什么？啊，来，比个耶！胡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胡总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把我们的激情过程好好的记录下来呀！胡强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！尊重？你们2个现在就是我胡强脚底下的蚂蚁，我随时都可以踩死。胡强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入你院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老许啊，你侄女不同意，那我应该打断你的左腿，还是你的右腿，还是中间那条腿呢？不，胡总，婉儿，你就为了伯父牺牲一下吧。伯父，你说什么呢？徐婉儿，那天你让我出的丑，我今天定让你100倍偿还。胡强，你疯了！徐婉儿，拜你所赐，我现在呀可是成了南城的网红了啊！徐婉儿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？啊，胡强，那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当初要是不做那样的恶事，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。好一个咎由自取！那我今天就作恶给你看看。
来来来，给我录！录！婉儿，我来了！胡强，你混蛋！骂，接着骂呀！你骂的越凶，我就越兴奋。老头，给老子好好的拍拍，要是拍不清楚，老子照样废了你。副总，您放心，保证拍得一清二楚。老许，婉儿，胡强，活腻了。哎，拍的可真是时候啊，可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。没事吧？我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关心，等我解决完这件杂碎，我们就回家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天下无敌了？老子问你话呢，你想怎么死？小子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就赌今天谁先死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打断你全部3条腿，让你这辈子都没法做男人。大言不惭！这是我胡家的地盘，就是首富王家在这儿也不敢跟老子大声说话。是。给我打断他的双手双腿！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玩弄他的女人3天3夜，然后再拉着他们去陈家。就这点人，还不够我热身？大言不惭，给我傻！大言不惭，给我傻！陆枫，你快跑吧，保命要紧！哼，看来这小妞开始心疼我了，我这戏演来挺到位。好，陆枫，你现在跪下来给老子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看着我玩弄你的女人，这样我还会考虑放了你，怎么样？死活的东西！还敢欺负我老婆！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！陆枫，不要！看在我媳妇面子上，我饶你一条命。谢谢许小姐，谢谢许小姐，谢谢。天哪，欠许家的1个亿！哎，这卡里还有1个亿。我老婆说了，让我饶你一条狗命啊，但没说不能惩罚你。呀，陆爷爷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嘛？哦，我错了。我记着你刚说过，要对我媳妇动手是吧？今天上午就废了你第3条腿。老婆，没事吧？我们走。造孽！这个混蛋！你废了胡强，他胡家能放我们许家吗？他们胡家大可试试。还有你，我念在你是婉儿的大伯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要是再敢跟他们一起欺负婉儿，下场跟他一样。你个魔鬼！什么？我儿子怎么了？胡老爷，医院那边传来消息了，少主他，老子让你说！少主他丧失了全部生育能力。好你个许家，敢让我胡家断子绝孙！下手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对方好像是个保安，和许家千金的关系非常亲密。什么？保安？是，不过咱们10几个兄弟都被那个保安发倒了。强儿还是太年轻了，现在早就过了靠拳头取胜的时代了。老爷，咱们怎么做？冲令下去，召集所有势力，全力打压许家的产业。是。强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还。宝宝，你还好吧？要不要为夫再给你输点真气？哎，可别，我总觉得你没安好心。我这怎么能是不安好心呢？这不是担心你吗？真没想到，伯父他竟然会那么对我。我要不是担心他出事儿，也不会让你在外面等着了。没想到他……咋了，老婆？
盯着我干嘛？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小保安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武力。你爷爷不都说了吗？我可是华夏国数一数二的大人物，我是你们许家的贵人，贵人的身份嘛，不用这。吹牛。咋了，老婆？你还在上赶紧过活？不，我是在担心你得罪了张涛，又出手废了胡强，将来还不知道我们许家会面对什么样的危机呢。老婆，你不用太过担心，不管出什么事情，我都帮你扛着。喂，文文，怎么了？婉儿，公司出事儿了。文文，你先别急，到底怎么了？咱们公司的资金本来就有巨大的亏空，加上昨天要回来的那一笔1亿的资金也不够，而且昨天好多承包商公司打电话过来让我们结款。再这样下去，许氏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就会传遍全南城，到那时候，所有企业都会终止和我们合作的。这次针对咱们公司的商业攻击行为，应该是胡家在背后操控的。胡家，家这是要搞垮我们许家。别担心，这事儿我能解决。徐婉儿，你听说了没有啊？胡家要整跑我们许家呢，都是因为这个臭保安。你赶紧跟他把婚离了，嫁给张少。伯母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陆枫的婚事那可是爷爷定下的。你爷爷老糊涂了，你怎么能听他的呢？他就是个保安，难道你要为了这个臭保安拖垮我们许家吗？老婆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许家垮不了台。婉儿，你等我回来，许家我有办法救。婉儿，你看看那个窝囊废啊，就知道吹牛。哎呀，婉儿，伯母不会害你的。张少已经说了，只要你离婚愿意嫁给他，他马上就帮你搭上首富王家的关系。王家？是啊，有王家给咱们做后台，咱们许家还能怕他胡家不成啊？伯母，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至于张涛，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吧。妈，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小二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搞垮许家，让他们男的为奴，女的为娼，服侍你一辈子。爸，你一定不能气恼许家，尤其是那个该死的臭保安，还有那个贱女人徐婉儿，我要让他们久正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定会将他们赶尽杀绝，为你出这口恶气。胡说胡说！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惊一乍的，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王家联合各大世家开始疯狂诅咒我们胡家的生意啊！你说什么？王家他们和我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要打压我们？喂，我是胡飞虎。什么？你们李家要取消跟我们的合作？喂，什么？你们刘家的货送不过来了？爸，咋回事这个？王家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他们既然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真以为我们胡家是好欺负的？喂，王家的人。喂，王百万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啊，我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没有得罪什么人啊，得罪了我老婆。跟我走，别来无恙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就是打断你儿子命根的那个不保安。没想到你竟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！来人，来人！小胖子，小胖子，不要忘了你见过的本事。你过来，弄死他！我给你1个亿。真是时候啊！小子，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我也不想怎么样，就是想让你们胡家滚出南城。想让我胡家滚出南城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不，你给我吃什么了？老子弄死你！
怎么个爷爷说话呢？啊，小胖子，小子，告诉你，就算你杀了我们父子俩，我们也会找许家给我们垫背。我会让许家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你给我们吃什么了？这是鬼医谷才有的剧毒之物——还魂丹。1小时之内不服用解药，全身经脉就会爆裂而亡。难道他是？你给我们吃了什么？胡家家主飞虎拜见鬼医，求鬼医救我们父子的解药。快，不疼了，快跪下！鬼医先生，爸，鬼医是啥呀？鬼医是华夏国最古老的门派鬼医门的掌门，鬼医门医武双绝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也是全世界各色正生大佬争相巴结的对象。关系网错综复杂，只要一根手指就可轻松灭了我们胡家。行了，胡飞虎谢过鬼医。鬼医先生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们父子一命吧！啊，爸，你是不是老糊涂？什么鬼医？他就是徐家的一条狗。鬼医的身份，岂是你这种毛头小子能妄加揣测的？行了，既然你们已经猜出我的身份，那你应当知道我给你们吃的是什么。鬼医门还魂丹有起死回生之神效，还可让我儿下体恢复机能。真的？那我可以投日雄风。那你可知其副作用？还魂丹毒性大，毒性更大，每年必吃鬼医门特制秘药，而这秘药唯独掌门本人所有。爸，不吃会咋样？就会像刚才那样，而且难受的程度一天胜过一天，最终经脉尽断，全身溃烂而亡。这不愧是胡家家主，倒是有些见识。那你可知我为何要给你们吃这还魂丹？还望鬼医赐教。哎，你们胡家家大业大，虽然坏事做了不少，但是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把你们一棒子打死，倒与我鬼医门门规相冲。所以只要你们行善积德，约束好门风，我就会每年给你们一次解药，保证你们安然度过一生。多谢鬼医教诲，我胡家日后必定一心向善。好，胡飞虎，我给你们今年的解药，但是你过来，我需要你们。这帮家伙真是太可恶了！平日里徐总来徐总去，现在出事儿，一个都靠不住。徐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算了，文文，没用的。放眼整个南城，又有谁能帮我们许家去抗衡胡家呢？可惜了，我爸妈辛苦打拼下来的公司，居然会断送在我的手里。徐总，你别着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什么事儿？忙着呢，你快说。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徐总，保安说胡家那对父子正在公司门口跪着呢。什么？两位胡总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。是小姐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我混蛋，我不该贪图美色，对你无礼，还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许小姐，一日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一日不起来。你们起来，我原谅你们，我原谅你们。许小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多谢许小姐，老朽这就带着我儿离开南城，永世不在许家人面前出现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
许小姐，这个老兄弟不便多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那吴氏集团这些许氏集团的事儿，哦，这个请许小姐放心，在来这儿之前，那位已经让我们把一切安排妥当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婉儿，他说的那位会不会就是那个人啊？谁啊？就是张涛啊。他之前不是说要给咱们许氏介绍王家吗？张涛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，张涛跟那个胡强一样，都是二世祖，他不来找我麻烦就不错了，又怎么可能会突然帮我呢？到底是谁？当然是我了。当然是我了。一天到晚没个正经。老婆，我忙活一整天，替你解决这么大个麻烦，这叫没个正经。你不会想说是你让胡家父子上门赔礼道歉的吧？啊，不错。会有，比起你啊，更愿意相信是张涛出手摆明胡家。不是老婆，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但我总比那小子好吧？张涛，别看他心眼坏，但人家背景可比你可靠多了。人家背后有家族，有资源，你背后有什么？保安，保你平安吗？保安怎么了？保安不也是你结婚证上的那一半吗？你笑什么？哪儿投的？喂，婉儿，听说胡家的事儿摆平了，难道陆峰那小子出手了？行了，爷爷，我估计啊是张涛求了王家帮忙。你这丫头，你以为除了你丈夫，还有谁能拥有这么强的手腕？我好了，无需多言，这周日你还记得吧？记得，周日不是爷爷的生日宴吗？你快准备，到时候带着陆峰一起来，我和你伯父要隆重的向各大家族介绍他。哎，这怎么了，婉儿？爷爷说要向大家介绍陆峰。好啊，还是老爷子心头。看你那样子，穿的邋里邋遢的去生日宴，那不得被人家笑话死啊！这样吧，下班之后啊，你跟我走。啊？莫不是他下班以后，老婆要带我去约会吧？想得美！我给你啊，好好置办一身行头。我这人怎么了？保安队长都夸我很帅的。少废话，跟我走。不是，慢点。磨蹭什么？走啊！老婆，我肚子疼。懒人屎尿多，快去快回。等我。哟，这不是徐婉儿吗？叶娟，怎么是你？许家真是要破产了，堂堂许家大小姐，竟然嫁给一个狗屁不如的臭保安。怎么，上次不是还跟着胡强了吗？他离开南城没带着你。胡强算个屁呀！我现在找到真爱了，又帅又多金，不像你啊，被那个臭保安一口一个老婆叫着，我都替你丢人。叶娟，你变了，当年咱俩明明那么要好，还敢给我提当年？你这个挖墙脚的贱人！我当年那么信任你。当年刘冰和你分手之后，是他主动追求的我，但是我拒绝了他，也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过。叶轩，你跟谁？凶了。你们认识啊？认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男朋友，南城运输集团的董事长张涛。叶娟，我劝你选男人的时候谨慎点。就张涛这个人，你觉得我用你教吗？我当然比不上你了，眼光独特到选了一个废物。张涛，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，否则的话。徐婉儿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要不然的话。不然怎样啊？好了，她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她的男朋友就是个臭宝，所以啊，她嫉妒。
保安，他在哪儿？走了。张涛，至于吗？遇见陆枫的名字给你吓成这样啊？徐婉儿，你不就是一个被保安说你的臭烂货吗？信不信撕烂你的嘴？张涛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行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老子今天不管你躺在地下叫爸爸，我他妈的就不姓张！张涛，你敢瞪我一下试试？怎么害怕？可以，你只要今天跪在地上把我的鞋舔干净，我就可以不抬。你打算让谁给你舔鞋呀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刚不说他已经走了吗？他刚才确实走了呀。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！张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就是个臭保安，你至于拍成这个样子吗？哎呦喂，是您呐！换男朋友倒挺勤的，只是这个眼光还挺一致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张涛，你眼光也不怎么样嘛？你看人丑脾气大，跟我老婆比起来差远了。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跟我说话！他当然是男人了，他当男人花花可多着呢，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小皮鞭，小蜡烛，叼着它。张涛，什么蜡烛皮鞭？丽娟，我们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吧？我们走吧啊！徐婉儿，我们是不会跟你们两个穷逼一般见识的。你确定吗？啊，我走，我走。这大山子。你好，来看见什么？哦哦，哈哈。嗯，哎，老婆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平时也没啥机会穿这个。是吧？到时候生日宴还是得穿正式点。小姐，这是我们意大利纯手工的，您要不然看看别的吧。就是这件，就是这件。好，那就听我老婆的。叶军，徐婉儿，你家都要破产了，还有钱和你这个当保安的男朋友逛奢侈品店呢？一拍不是来消遣人家售货员的吧？叶军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哼，真是好笑啊！你光天化日之下羞辱我，你觉得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这人模狗样的，还以为你是包养小白脸的富婆，没想到原来也是装的。就是，有些人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小姑娘，可把你们家贵重物品看好了。叶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小姑娘，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这家店我买了。怎么不够？既然如此，我就是这个店的老板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人从我的店里赶出去。叶娟，有必要吗？徐婉儿，人穷孝顺，谁让你找了个穷鬼男朋友？现在后悔了吧？这位小姐，请你和你的男朋友离开我们这里，不要弄脏了我们的店。怎么了？还合适吧？是不是帅过刘导啊？拉倒吧。哎，这不是那小变态女朋友吗？怎么你也来买衣服？狗保安少得意忘形。对了，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这家店的老板娘，给我把这身衣服脱了，给我滚出去！好啊。陆枫，话说回来，你刚是不是又嘴欠得罪我老婆？骂了怎么样啊？她自甘堕落，找了一个穷鬼男朋友，我骂她两句怎么了？好，你是姓叶是吧？记住了，我叫叶娟，以后见着我绕着走。好，叶璇，你信不信我打个电话，5分钟之内你和你那个男朋友能滚出南城？哟，徐婉儿，你这个保安男朋友别的不行，吹起牛来还挺厉害。叶璇，我们可以打个赌，你们叶家和张家要是滚不出南城，我陆枫给你们俩当牛做马，任凭差遣。哟，徐婉儿，你这个男朋友到我这儿找活可以啊，月薪3000，打扫女厕所，去女厕所当保安。陆枫，你老婆，放心。
喂，从此以后不想在南城看见叶家、张家的人。小偷，你疯了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这个臭三八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张家被你害死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们张家要被人赶出南城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是不是你张家自己造的什么孽呀？起诉你，真是他妈瞎了眼！我现在就等着看你们叶家能有什么好下场。喂爸，喂爸，什么？我们叶家一下所有的公司都被封了，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这谁啊？喂，陆哥，我错了，是你干的吗？我求你原谅我，我一定离你们远远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求你男朋友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陆枫，这事真的是你做的吗？不如豆豆这傻老婆，当然不是我了，我就只是个保安。是我朋友打电话跟我说，叶家跟张家手脚不干净，所以马上要被起诉算了，我才这么跟他说的。原来如此，张涛、叶娟，你们快起来吧，他只是个保安，这事儿也是他做的。陆哥，哦不，爷爷，我求你一定要原谅我们张家。不过我朋友也跟我说了啊，他确实不喜欢你们两家这个飞扬跋扈的态度。你们以后还是好好做人吧。至于在南城开公司，还是别想了啊。哦，行，我接受。哦，这家店也被叶娟买下来了是吧？那看来以后也要被查封了。老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怎么样，老婆？这是我为了参加宴会，特意在拼夕夕买的新服。我给你买的，你怎么不穿？老婆给我买的，当然得供起来。一会儿见了各大家族的人，千万要正经点。放心。大伯，我爷爷人呢？他，爸，你怎么见大家话都说不利索了啊？那徐婉儿不就是个黄毛丫头吗？还真当她是咱们许氏集团的掌门人啊？就是，晚辈就应该有晚辈的样子。你儿子不是我老婆堂弟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婉儿的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们就相当于婉儿的父母。说，哎，你身上这张皮花了你好几个月的工资，识货呀，花了我不少钱啊。几万块钱的破布，你有脸穿出门吗？啊！就算你不怕丢脸，我许家也丢不起这个人。你认真的？我这衣服几万块钱？哎呀，看来小爷我还真是气质不凡呢。哎，阿金华跟你说，我这衣服拼夕夕买的，就几十块钱。陆枫，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老爷子是疯了吗？到底从哪找来这么个二嫂子？儿子，你刚回来，妈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这就是个穷鬼。不是，许大伯母，你说话就说话呗，你老人身攻击干嘛？陆枫，少说两句吧。小 Z， 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是呀，小陆，你现在在哪高就呢？哦，他在我们公司啊，当保安呢。保安？叫什么呀？保安怎么了？徐婉儿，你非要家这么来个穷保安，我们许家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啊？伯母，陆枫是爷爷指定的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我儿子丈夫真的是个保安啊！这二人还不知道吧？这陆枫呢，就是我们许氏集团看大门的保安。伯母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吧？我又没偷又没抢的，瞧不起保安吗？你个臭保安就是瞧不起你，怎么了啊？你看看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是上流社会的精英？就是，依我看，我们许家家主的位置
就应该我们家彦祖做。就是绿毛，长这模样，他还能叫彦祖？小子们找死！陆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伯母，堂弟，徐婉儿，看看你嫁的什么人呀？粗鄙不堪，没点贵口。伯父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大伯父啊，他们可说我粗鄙不堪呢。啊不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看，大伯父人家觉得我挺好。徐婉儿这是在拿我们许家的声誉在开玩笑。我看你啊，该从总裁的位置上滚下来了。徐彦祖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我不干净，你自己嫁了一个这么下贱的臭保安，你干净到哪儿去呢？徐彦祖，陆枫他再怎么不好，他也是我徐婉儿的老公，你再怎么样也得喊他一声姐夫吧。姐夫，徐婉儿，老子连你都不放在眼里，还会在意这么一个臭保安？徐彦祖，你今天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初老爷子要立你为接班人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老了，你就算能力再强又怎么样？到头来我还是要嫁给这么一个外星人，给他生个野种吧。你是活腻了吗？参谋长要打我！你们看，徐婉儿这正打我儿子呢。好了，小子，你可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啊！什么废话！徐婉儿，今天就算是爷爷的面子，我也不会给这狗保安。我让他今天出不了这个门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你今天有多大本事。哼，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阿祖，松手吧！闭嘴！阿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徐婉儿，别他妈说，我知道你的这个臭娃能打，但我今天叫过来的可是美国拳王拉里，不想让他受伤的话，就乖乖的把总裁的位置让给我。徐彦祖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许氏是我爸妈辛苦打拼下来的，我继承总裁之位，那也是爷爷允许的。你刚从南城回来，难道就想在爷爷的书院上逼宫吗？别他妈跟老子废话！不想他死，咱们拳头上见真章吧。老婆，我问你个事儿，这东西很贵，打坏了要不要赔偿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没个正经？我的实力别人不知道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呢。不一样，这个纳鱼我知道，他是美国拳王，据说是古武高手，在擂台上打死过人了。我问你这东西打坏要不要赔偿？你说这乱七八糟的干嘛？确实不便宜，但也不是赔不起的。要不你还是认输，咱们走吧。算了，我收了点手吧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我现在手里只有1个亿，该省着点，该省。小保安，吹牛也该有个限度吧？你有1个亿，谁信呢？就是徐婉儿，从今天开始，许氏呢就由我儿子来打理。赶紧带着你这个爱吹牛逼的臭保安给我滚出去！我跟你们好好说话，你们当成耳旁风，不断挑战我的底线，非逼我出手是吧？住手！住手！徐彦祖，你就是这么招待我孙女婿的？爸，你来了。别叫我爸，我可当不起你们大房的爸。混账！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会毁了我们徐家？爷爷，你消消气儿。行了，不至于啊，爷爷。你说你凭什么偏心这个徐婉儿，我就不说你什么啊？这小保安侮辱我，我说说教训他，你就说我毁了徐家。阿祖啊，算了吧，他可是鬼医啊。这鬼医，哎呀，没听过。他再厉害，还能有钟家少爷钟天厉害，那可是陆战队战神，神一般的存在。我厉不厉害，让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爷爷，这没您什么事，您最好休息吧。这个使不得呀，阿祖，他只是一时糊涂呀。陆枫，算了吧。老婆，别人都气不到你头上了，我身为你的男人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了。小保安，你这是找死啊！
小满，你他妈真找死啊！谁找死还不一定。小心啊，陆枫！宝宝，放心。哼，看吧，哪里赢定！你干了什么？再说一遍！你个虚娃，你在外面飞了几年，你翅膀硬了，居然敢在我这个野男打我儿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看什么看？难道你还想打我吗？看什么看？难道你还想打我吗？真臭！妈的，你个臭保安，给我妈为了什么？小孩，你他妈的！谁也是你这么跟我老婆说话？陆枫，算了吧。孙女婿高抬贵手，还不谢谢你姐夫手下留情。婉儿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是我们大嫂的不对，以后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总可以了吧？我求你了！大伯，你，陆枫，好了，我可以说话。好了，我可以说话。好，丢人的东西还不滚出去！快走快走！大家见笑了。徐老，你的孙女婿能力出众，定能帮助你们徐家重登巅峰，可喜可贺呀！是啊，徐老，徐家跻身于一流世家，指日可待。哪里？媳妇儿，你老公我表现还可以吧？你说话。两位家主，我徐氏遭逢大难，幸得孙女婿陆枫鼎力相助，助我抗衡胡家。我老许决定退出，将许氏集团10%的股份转让给陆枫。谢谢爷爷。小子啊，这个转正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才可以给你。任务？南城市即将展开一场地产商会的活动。这次商会仅针对于个人精英、权贵等，只要你能搞到2张商会的邀请函，并且在商会拿到市中心的一块地，我就将股份给你。以后许氏集团也全权交给你们服务，如何？要是拿到爷爷这个股份，以后我们就是许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这样也算对得起爸妈的在天之灵了。爷爷，你是想看看我对婉儿是否真心诚意？那又如何？若你真能帮助婉儿拿到那份皮，我就能无牵无挂的去见婉儿的父母了。爷爷，不许胡说，你还要看着许氏集团再次崛起呢。好，既然是为了我老婆，爷爷，我答应你。陆枫，你可知道这次地产商会规格极高，其邀请函在精英权贵中那也是一票难求啊。况且我们许家只是一个弱流家族。老婆，只要有我陆枫在，那些精英权贵就全在你许家之后。陆枫，你没发烧吧？放心吧，婉儿，这商会邀请函虽然金贵，但对这小子来说也并非是什么难事。喂，派人拿2张地产商会的邀请函，直接送给我老婆。爷爷还在呢，干嘛呀？不管怎么说，爷爷还是要感谢你，能把这么优秀的孙女托付给我。以后许家就交给你们了。炫儿，你刚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这陆枫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当着你爷爷的面抱你。我刚说了那么多，你就记住了这个？
那也没办法，我实在很难把陆枫那个贱兮兮的样子跟什么鬼医联系到一起。是啊，如果世界上真有诡异的话，那也应该是一个仙风道骨、沉稳大气的世外高人才对啊。哎，文文，你不是黑客吗？在整个南城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，要不你查查他？区区陆枫还不值得我动手？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这有什么好奇的呀？你看看，我们调取了国内的居民数据资料库，这陆枫的生平事迹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怎么可能？的确，以前这样的事情可一次也没有发生过。真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到？那倒也不是。你看，这是当时的一段监控影像，就是前2天拍摄到的。哎，这不是胡家吗？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视频怎么没了？据我仔细分析，胡家当天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在同一时间被一根银针给戳破，尽数失灵。我也调查过诡异的档案，这每一代诡异的飞针技术都是神乎其神，诡异掌门的武功更是深不可测。这人一旦有了钱啊，就惜命的不得了。这各国政要以及富商都是拼了命的巴结他。据说这各国政要以及富商都是拼了命的巴结他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真的是诡异？真的是我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就回来了。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可能是诡异？我去看看是谁。你干什么？好啊，你在耍我啊！好了，好老婆，不打了。我有件事想问。说吧，不准是不正经的。好，你15年前真的没在鬼王谷救过一个小男孩吗？没有啊。救救我！放心吧，你会没事的。你就是当时的小男孩？你就是那个小男孩？对，真的是你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快跑！我就知道是你，老婆，太好了！我一辈子疼爱你，对你好的。行了，难道不是我，你还要去对别人好啊？这是什么话？我现在没懂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怎么了？邀请函，地产商会的邀请函。怎么样，老婆？我很厉害吧？是你摆平了胡家父子，真不愧是黑客。没错，那天就是我出手搞定了胡家父子。这胡家在南城市手眼通天的，仅凭你一个人就……陆枫，你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和你爷爷聊了那么半天，你没听到？我诡异啊！你到现在还要骗我？哎，那好，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？南城市即将展开一场地产商会的活动，这次商会仅针对于个人精英。你还记得爷爷之前跟你说，让你搞到2张南城市地产商会的邀请函，并且帮我们许家要到一块地皮吗？记着，咋了？只要你帮我把那块市中心的地皮搞到手，我就相信你是诡异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知道那块地皮是谁想要的吗？谁啊？南城钟家。南城钟家。钟家？不错，他们家是南城的黑道老大，跟燕京也有密切的联系，连王家都不敢跟钟家硬碰硬。这胡家在钟家面前，那就是蚂蚁跟大象的区别。老婆，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只要我陆枫出手，别说抢走他钟家1块地皮，就是10块8块，再花想。你就吹吧，且不说钟家，就说那块地皮，你知道值多少钱吗？就算把我们许家全部拿去卖了，那也买不起啊。
那只能大口吃一饭。你确定要唱成这样进去吗？咱们不会被赶出来吗？看出来，那帮家伙要知道我鬼医亲自来这儿，还不赶紧荣幸的给我跪下来？更何况我不是跟你要2张邀请函？吹吧你就，谁知道你那邀请函是真是假？对吧？从您手入中到现在，我什么时候食言过一次呢？真是晦气，怎么又遇见这2个丧门星呢？达令，他们是谁呀？灵儿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就是我上次给你说过的那2个。竟然是他们2个，就是他们在你爷爷生日宴会上嚣张跋扈，还让你当众出丑。没想到呀，下任许家家主许婉儿的老公，竟然真是个保安。你是？许婉儿，你别以为有老爷子给你撑腰你就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这位是钟家的千金钟婷小姐，也是我许愿组现在的女庙。我记得咱们地产商会没邀请你们许家这种不入流的家族吧？你给我好好查查，看看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。是，小姐。好好查查，尤其是这个女人，看看她有没有带什么违禁物品。小子，你敢动手，就是折了钟家的面子。你要是不动手，怎么，你们许家还敢动手打我们钟家的人？陆枫，我，陆枫，我还当你是个人物呢，原来也就这点本事啊！没有邀请函，想进去是不是？来，灵儿，看看怎么样？想要吗？想要就从老子的裆底下钻过来，或许会考虑把邀请函给你们。石彦祖，你太过分了！许婉儿，你他妈瞪谁呢？石彦祖，你太过分了！许婉儿，他妈瞪谁呢？许彦祖，我念在你是许家人，一直未曾与你计较，可你今天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为难陆枫，难道你不知道他是爷爷看中的人吗？哦，然后呢？还有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地下生意。等来日我当上了许家家主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除了你这个祸害。那我都要看看今天是谁屠谁！你是不记打是吧？你休养啊！真是个没文化的底层保安，真是粗俗。就是，人堂堂的许家小姐，被带成了个泼妇。孙子，你还敢侮辱老婆？何人在此说我？见过王会长。王百万，陆枫，你放尊重点。这可是南城市地产商会的会长王百万先生，整个南城市的经济命脉可都掌握在他老人家的手里。王百万，拜见鬼医，恭迎鬼医。王会长，你看清楚，他就是个看大门的臭保安呀！住口！行了，王会长，起来吧。感谢鬼医。最近身子过还好啊？多亏陆先生出手，才救得小儿性命。王某感激不尽。刚才陆先生与这人发生了争执，还要百万将他扫地出门。哼，王会长，钟小姐，王会长好威风啊！这彦祖也是我们钟家请来的客人，说赶走就赶走，怎么？你是想把我钟家也赶走？是罢了，王会长，不用为难，反正我陆枫今日前来也不是来应付臭鱼烂虾的。臭吧，你他妈说谁呢？好了，我们就给王会长个面子，我们拍卖会在这。听说许家也想要那块地皮，不错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没事。鬼医大人，这2人究竟如何处置？拭目以待就行，不用放在心里。陆枫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还是走吧。
以钟家目前的实力，我们许家没办法跟他们抗衡了。怕什么呀，老婆？说不定钟家会把地皮出让给你。你说什么呢？老婆，咋了？陆枫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嘴里都是实话呀。是告诉了王会长什么把柄？咋了？为什么感觉他好像很怕你的样子？老婆，你觉得呢？难道真的是诡异本人？千真万确，如假包换呀！都说了无数遍了，你不是老不信吗？谁让你平时都没个正形？其实我很好奇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？像凤凰一样？差不多吧。地产商会快开始了，咱们走吧。啊。老婆，咋了？陆枫，以后尽量别惹事儿。这两个人麻烦的很。你就是徐婉儿小姐？您是？这位是钟家的掌门人钟天，钟少，南城第一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钟少谬赞了，您和高少才是我们南城的新贵呢。这位是？是你？你认识啊？晦气，高少，我那天第一次去见你，就是被这个臭保安给骚扰了。小子，在这南城啊，你是第一个打着我名号泡妞的人。高少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徐小姐，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。走吧，我带你进会场。钟少是吧？是，我是徐婉儿的丈夫。哦，我倒不知道这婉儿小姐什么时候嫁给我。徐小姐，你不会真的这么没眼光吧？不错，这位就是我的丈夫陆枫。这位就是我的丈夫。听见了吧？至于没眼光，高少是吧？你看上这个整容女，你眼光很好。许小姐，我知道你们许家这次来地产商会的目的，但是我可以出手帮你们拿到市中心那块。钟少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过嘛，钟少，您这是？佛罗伦萨酒店的房卡，你只需要赔我3万，我保准你们许家一飞登天。找死！臭保安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陆枫，算了吧，别惹事儿。这个保安挺有主的，我喜欢。你刚让我老婆干嘛来着？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你不会真的以为她是你老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中天看上的人就没有拿不到手。钟少，你垃圾！那你今天把事收了。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是不知道钟少的厉害哟，他有多厉害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要不你给我介绍介绍？能跟我过2张还没事儿，说吧，小子，什么来着？怎么，过2张啊？钟天先生不光是我们钟氏跨国公司的老板，更是米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官，一身的格斗技巧无人能比。就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保安，凭什么跟他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王会长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鸭子？他连我老婆都敢调戏。实在抱歉，陆先生。这样，您携夫人先进入，这里由我来安排。你安排？你安排得了吗？这个臭保安得罪了我钟天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人。钟少，你难道还想在我的地盘闹事不成？老王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钟家怕了你们王家吧？好啊，那你搅乱这次拍卖会，对你们钟家有什么反应？难道你们钟家不想要这块地？行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小子，咱俩明白。陆先生，请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一些琐事，百万来迟，还请各位来宾见谅。现在我宣布，南城市的地产商会正式开始。接下来，由我为各位来宾介绍一下本次地产商会的具体地块。我为大家介绍一下。冠冕堂皇的话就别说了吧，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。
这个项目我们终将要定，在座的有人跟我抢啊？既然没人，那就宣布结果吧。市中心这个地，我们钟家要定了。本次的地块招标，我们钟氏集团的预算是20亿，后续与政府合作后，后续的投入将达到300亿。宝宝，这块地是用来干嘛的？这个地块是南城市金融贸易的开端，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扶持，包括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经济。行了，总之就是能赚大钱的呗。你想不想要？当然啊，如果能得到这块地，那我们许家跻身一流世家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是我们目前的资金，我要竞标。您是说？我说我要参加这个竞标。陆峰，别胡说了，我们手头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啊！小子，你要是没穿这身保安的皮，没准我们大家都还信了啊！怎么，保安就不能参加竞标吗？并没有这项规定，你听见没？小子，你知道完成这个地的建设需要多大的规模企业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叫板啊？我有没有资格，还轮得到你在这贫富呢？行，那你说说，你们预算多少？预算啊，这个1个亿啊！不是你们许氏集团穷的就只剩这点钱了啊？笑，1000亿！什么？1000亿？什么？1000亿？哼！哎呀，你这堂姐的保安老公还挺不一般的呀。哼，不过是吹牛罢了。他怎么可能拿得出来1000亿？陆峰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哪拿得出1000亿啊？王会长，请问这个地产商会什么人都能来捣乱？捣乱，真是一帮穷人！我只拿出了区1000亿，就觉得我是捣乱。王会长，陆先生，我想与在座的各位打一个赌，让王会长带着我的卡去验资。如果我的卡里有1000亿，那我要这个姓钟的当众给我老跪下磕头。姓钟的，你敢吗？好，我喜欢，我就给你打这个赌。你卡里要是有钱，我当众给你老婆磕头道歉；卡里要是没钱，不光这块地，你的老婆也得陪我睡3天，而你在旁边给我当狗伺候啊！陆峰，王会长，好的，我这就让公证处的人去验资。等等，我也去。丑八怪！你怎么？我是阿祖啊，我是个彦祖啊！错了，决定！陆峰，怎么回事？我给陆淼下了一个任务，不但会唤他的心智，让他说实话，而且让他看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被他错了。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？谁让他欺负了陆峰，这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啊？陆长，后悔吗？我后悔。小子，你现在给我磕头认罪，再把你老婆送到我手上，我保证不让你后悔。怎么样？钟少，陆峰，怎么样？卡里没钱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市中心地块的中标者，许氏集团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董事长，陆先生这张卡里的钱足够，这事儿您要是不相信，可以问问高少。这是真的。钟少，这小子卡里有钱，有多少？1000亿。陆峰，你怎么会有1000亿啊？这比王家和周家的钱加起来还多。这只是我财富的一部分，如果你喜欢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好你个连和这个臭保安一起骗我是不是？怎么想赖账？哥，咱愿赌服输吧，咱丢了人了，不能丢信誉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得罪我中天，有你们后悔的！
我知道刚才是你对我动了手脚，就好，我对那个男人不感兴趣了，现在对你呀感兴趣。钟小姐，有什么话可以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许小姐是吧？我警告你，我哥哥呀可不是吃亏的主。太好了，那请你转告你哥，我们等着他。我的天哪，这陆枫竟然这么有钱！不仅如此，他还说，其实他名下还有好多产业呢。文文，你怎么了？他的钱比王家还有钟家加起来的都多，你说他哪来这么多钱呀？他不是鬼医吗？他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诊金，而且还是打折的诊金，所以才只有这么点儿。这么点儿？哎，轩儿，你要不问问他还有保安兄弟没？给我也介绍一个呗，我也是单身呀。德性。我说轩儿，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许小姐，几日不见，近来可好啊？你是那个中天的？得罪了。你是谁？你干嘛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老婆呢？我走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他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啊？中天？海军陆战队的教官？怎么样，老婆？有没有休息？想起来了，好像有一个所谓的天才，名气倒是挺响的。那怎么样？想不想活动活动结果？区钟家还值得我出手？你放出消息，你我救治好的那些达官贵人，分分钟就能灭了他们。我那不是怕狗急跳墙吗？也是，倒是有点投鼠忌器了啊！婉儿现在有生命危险，你愿不愿意一起去救这种徒弟媳妇？小妞儿，你可是让我们丢了很大的人咬我，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给办了？你敢动我一根手指，陆枫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不过是利用了王百万的钱，下了中天的面子。你不会真的觉得那个小保安能斗得过我吧？先不说王家的人会不会来，就算是来，中天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他。多好的身材，多漂亮的脸蛋儿，你跟他晚上是怎么过的？呸！我就想知道，要是我现在把你给办了，那个臭保安会不会要你啊？放开我！真香啊！钟少，啊，那没看见老子办事儿的吗？带人杀进来了，楼上的兄弟都被打倒了，带了多少人？就一个。什么？就一个。什么？可惜了，要不是着急救人，这些人拿来做试药多好啊！你都退休了还试什么药啊？咱可说好了，这个事情摆平了，你可不许再打扰我打麻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先救我老婆吧。走。小子，你果真不是普通的保安，连我兄弟这些陆战队都给打倒了。哼，怪不得那个王百万会选择帮助你。我没工夫跟你对话，我老婆呢？你说许小姐是吧？哎呦，这会儿呀，估计跟我们钟少洞房了吧？看来你是找死是吧？哎，别，
我对武学啊一窍不通啊。说，还笑得出来吗？看来已经给钟少拖了足够久的时间了。什么意思？师傅，死了。祖师爷在世，也救不了他了。死了！你到底在哪？伯伯，陆枫，我知道徐婉儿去哪儿了。在哪？他最后被中天带去了许氏集团，但是最后的监控画面，要么是在天台，要么是在地下室。师傅，你上天台，我下地下室救人要紧。好，老头，你要小心啊！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你们许氏集团的天台啊！许氏天台。说，那个臭保安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财富跟身手？不知道。区区2个人击退我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近100人，还能让那个高高在上的王百万对他俯首称臣？告诉我，他是谁？嘿，中天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你只要知道他是你惹不起的人就行了。啊？不说，那我就给你个反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哇！白嫂夫，是我心脉。其实我喜欢。婉儿，你撑住，我不会让你死。鬼医门掌门的血，百毒不侵。你喝了我的血，我再给你赌真情。撑住，我不会让你死。坚持住。不要！原来你是鬼医门的掌门，我就是故意给他下了慢性百草符，等你来救他，耗光你的真气。小人，小人，等我把你杀了，什么财富、女人都是我的，什么南朝、什么王家，都不是我的绊脚石。陆枫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恩，那我就送你们去下面做一对鬼魅鸳鸯。你还记得当年救我吗？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快走吧。你救了我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我给你当拐杖，我们俩一起走。不能再让他鼓掌，现在你全力跟他一起干。妈，嘀咕什么呢？现在就拿你开刀！赤子，我怎么有这个力气？陆枫，你怎么样？
感觉还好，就是好痛。哎呀，累死老夫了！天地成电，哎，拜托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陆芳，你醒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7天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说什么傻话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我都听你师傅说了，你把所有的真气内力都传给了我。只要你没事，怎么都好。为了我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你可是拿走我第一次的女人，为了你，就算让我上刀山。你别动，你现在没有内力了，伤口恢复的很慢。真是可惜啊！哎，你以后不会嫌弃我吧？我以后就只能当个真正的保安了啊！不会，以后啊，换我来保护你。